一座消失的城市，它曾是中国最小的城市，仅存在14年。它对面是缅北的华人特区果敢，隔着一条窄窄的小河，背着枪的果敢女兵近在咫尺。果敢人其实就是留在缅甸的汉族后裔，说着云南方言，使用汉字和人民币，用电是南方电网，电话区号是云南，手机卡是中国3大运营商。学校曾长期使用中国教材，电视台也是中文播报，简直就是缅甸里的小中国。今天我将去探访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它就是位于云南与缅甸交界的畹町。我从瑞丽市区乘坐网约车，穿过一个个傣族村庄，两边的建筑带有明显的傣族风格。如果不是因为随处可见的汉字，会让人以为身处东南亚。多年前，我曾从泰国曼谷坐火车到清迈，再从清迈深入金三角的美斯乐地区，气候和植被很像这里。从瑞丽市区到畹町，全程大约20多公里。畹町市曾是中国最小的城市，它的最小体现在2个方面：一、面积极致狭小，设市期间国土面积仅约103平方公里，城区面积更是只有3.8平方公里，叫得上名字的马路仅4条，规模甚至不及很多乡镇。二、人口极少，鼎盛时期常住人口也仅有1.2万左右，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少的县级市之一，却凭借边贸优势一度跻身全国首批小康县，排名第3位，堪称小而强的典范。但是畹町市作为县级市，总共存在了14年。1985年1月31日，国务院批准撤销县级畹町镇，正式设立县级畹町市。1999年1月1日，国务院批复撤销畹町市，将其行政区域并入瑞丽市。畹町市的建制正式终止，从1985年设市到1999年撤市，计算下来刚好14年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畹町的行政建制并非从市开始，1952年它就已是全国唯一的县级镇，1999年撤市后又回归镇的建制。如今为瑞丽市下辖的畹町镇，仍保留着重要的边境口岸功能。畹町系傣语音译，意为太阳当顶的地方，含阳光普照、万物生长之意。位于云南省西部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南部，东北与芒市接壤，南与缅甸联邦九股市相邻，西北与瑞丽市蒙卯镇隔江相望，国境线长 28.646 公里。1938年滇缅公路建成通车，畹町成为抗战期间中国与国际联系的唯一陆路交通要道，它的名字因此被大众所知。现在畹町的特色景点畹町桥、畹町边关文化园、中缅友好纪念馆、南洋华侨技工纪念公园等，都与这段历史有关。我来到畹町桥，只有10米宽的畹町河，是中国与缅甸的界河，对面便是传说中令人闻风丧胆的缅北。2023年10月前，对面的九股市又称邦赛，是缅甸善邦北部木姐市下辖的重要边境镇区，长期处于缅甸政府军与多支民族地方武装的势力交错地带。德昂民族解放军曾在其周边区域活动，并多次与政府军爆发冲突。2023年11月，在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主导、若开军和德昂民族解放军参与的1027军事行动中，九股边境口岸被3支武装联军攻占，短暂由果敢同盟军主导控制。2025年4月后，传闻局势出现反转，九股口岸升起缅甸国旗，控制权重新回到缅甸政府军手中，人员往来逐步放开，但货物运输尚未完全恢复正常。但根据我自己用手机长焦拍摄到的画面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一侧口岸检查站挂着的招牌，上面写着缅甸联邦第1特区警察局稽查大队邦赛执勤点。由此可见，邦赛口岸仍然处于果敢同盟军控制之下。缅甸果敢特区，全称缅甸联邦第1特区，是缅北主要华人聚集区之一。果敢地区原为中国领土。1897年，中英签订续议滇缅借务条约付款，将果敢地区划入英属缅甸。1962年，果敢地区被正式划入缅甸。1989年，彭家声脱离缅共，成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，果敢被划为第1特区。果敢传统地区面积大约2000平方公里，人口25万左右。经过2023年1027行动，果敢同盟军攻占蒙古、木邦、贵盖等区域后，实控面积曾达 1.5 万平方公里甚至更高，但为换取合法自治权，撤出了腊戌等部分扩张区域，最终稳定在11416平方公里。实控人口曾接近100万级别，
但在签署和平协议、明确自治区域范围后，人口规模稳定在70万。可以说，果敢同盟军经此一战后，实力大增，地盘大小相当于1/3个海南省，总兵力接近1.5万人，成为缅甸颇有实力的民族地方武装。果敢族的起源是明末清初滞留缅北的南明政权随从，军队及云南边民均为汉族后裔，其语言、文字、习俗、血缘与中国汉族完全同源，文化认同上也与汉族高度一致。果敢民间通用汉语西南官话，也就是云南方言，文字为简体中文。2024年8月，果敢同盟军更明确汉语为实控区官方语言。学校曾长期使用中国教材，电视台也以中文播报，电话区号与中国云南一致，人民币可自由流通，电力依赖中国南方电网供应，中国手机卡能正常使用，还可收看云南、临沧等地的中国电视台节目。日常消费、贸易模式与云南边境城市高度契合，文化与习俗完整保留中国传统节日，春节贴春联、舞狮、中秋、清明、端午等节日习俗与中国完全一致。民间娱乐如打陀螺、打歌，饮食习惯偏爱腌菜，无辣不欢，建筑也保留明末清初石城风格，还有诸葛城遗址等汉文化遗迹。简单来说，果敢族是留在缅甸的汉族后裔，文化上是汉族的延续，政治与法律上是缅甸的少数民族。走在畹町镇街头，感觉行人不多，许多商铺都是关门的状态，显得有点冷清。一个地方的兴旺与衰落都与历史时局紧密相关。畹町从镇变为市，又从市变回镇，这样的兴衰轮回，就像大多数人的人生，令人感慨和唏嘘。我去参观了中国远征军滇缅抗战纪念馆，门票30元。滇缅抗战是中国远征军在滇西、缅北地区抗击日军的关键战役。畹町镇，中缅边境的重要口岸，在这场战役中承担了核心的战略枢纽作用。畹町是滇缅公路的中国段终点，也是中缅物资运输的核心节点。抗战时期，国际援助的武器、弹药、药品等物资经仰光上岸后，通过滇缅公路运抵畹町，再转运至国内抗战前线。这里一度被誉为中国抗战的输血线。岁月美丽，遇上一朵喝醉的云，它路过叫你的咖啡厅，有过清澈的谜底。季节啊，坠落山顶，回忆啊，留在呼吸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绚丽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云的歌曲唱着你我，他在狂欢时清醒到哭泣，梦里找到了回答。过去啊，不能抵达。你啊，现在好吗？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
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穿过世界的海洋，在未来的风里流浪。我在空中挥舞手掌，你迎风歌唱，我们开着时光机，在无垠的星海夜